我带着幸存者们开始漫长的重建，他们不再祈求任何神明的庇佑，只靠自己的双手，一砖一瓦地建起新的城市。我们推平了废墟，种下了粮食，架起了桥梁。多年后，我已经老得走不动路了。丰碑之城已经变成了一座繁华的超级大都会，是人类在这个末日世界中最后的，也是最亮的一座文明灯塔。周爷爷，真的有神吗？没有神，但是有比神要厉害无数倍的存在。我转动轮椅，独自一人来到了城市最中央，那里矗立着当年那座最早修建的、曾经破败不堪的无名烈士碑。如今碑已经很旧了，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我颤巍巍地伸出满是老年斑的手，轻轻抚摸着冰冷的碑石，阳光洒在我的脸上，我仿佛又看到了石头那憨厚的笑脸，看到了大刘伟岸的身躯，看到了那个用胸膛堵住炮口的年轻志愿军战士。老祖宗们，天下太平了，这盛世如你们所愿。末日来临后，所有人都需要供奉神明才能活命，可我却选择供奉村口不起眼的魂包。见状，所有人都嘲笑我。哎呦喂，周建军，你这是要上天啊！可当末日来临后，所有人都被诡异围杀时，我只是在墓碑前大喊一声：这次咱不走了！哇，别怕，以前鬼子大炮我们都扛过来了，这点邪祟算什么？你只管站好，有我们在。远方到底有多远？只凭想象，如何丈量？我曾在无穷迷惘，海上流浪，地里勇闯闯，试过坦坦荡荡。村长，各位叔伯，7天后天要变了，不想死的这几天就帮我在这儿砌墙，那什么狗屁狐仙庙救不了你们的命。听说建军把退伍费全砸进去了，我说建军啊，你买这么多死人用的东西，你这是要咒咱们全村啊！有这钱，你把村里那狐仙庙修修，求个保佑不好吗？我没有再理会他们，转过身，我点燃了第一沓黄纸，火光映红了我的脸庞，也照亮了那块石碑。我扑通一声，双膝重重地砸在地上。叔，我知道你们在，这次咱不走了，行吗？火光中原本死寂的石碑突然微不可察地颤动了一下。接下来的7天，我围绕着那座无名烈士碑，硬生生砌起了一道半圆形的防爆矮墙，甚至还用高标号水泥把那块快要风化的石碑重新加固了一遍。全村人都把我当成了村里最大的笑话，每天都有人端着饭碗蹲在不远处，指指点点地看我像个猴子一样卖力。隔壁胖婶嗑着瓜子，满脸讥讽：老周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当兵的，脑子还给当坏了。我看他是想在这儿给自己盖个坟。诡异降临倒计时48小时，天象开始变了。原本晴朗的天空翻滚着令人不安的暗红色云层。狐仙大仙显灵了，庙里的香炉昨天自己冒青烟了，快去拜拜狐仙。胖婶说只要献上贡品，大仙就能保佑咱们全家平安。看着那些狂热的涌向狐仙庙的村民，我用力握紧了手里的泥瓦刀。就在上一世，正是那座被他们奉若神明的狐仙庙，在诡异降临的瞬间，一个长相俊美的狐仙显现。他伪装成神明，笑眯眯地接受了村民的跪拜，紧接着化身成一只巨大的九尾妖狐，一口吞下了几十个大活人。第7天夜里晚上11点50分，距离倒计时结束只剩最后10分钟。整个世界死一般寂静，天空中的血云压得极低，仿佛一伸手就能触摸到那黏糊糊的恐惧。我停下手里的活，用破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泥水和血污，点燃了3根高香，插在石碑前。叔伯前辈们，天要塌了，那养人的怪物和吃人的神仙马上就要来拿咱们当口粮了。当年你们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就把命填在了这道坡上。我周建军没多大本事，这几天拼了命，也就只能给你们砌一堵挡风的墙。时间跳到了晚上11点59分，大地深处突然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闷响，像是某种庞然大物正在撕裂地壳。狐仙庙的方向猛地爆发出了一道极其诡异的紫色光柱，末日准时降临。我没有回头看那冲天的邪光，将最后一把黄纸猛地砸进火盆。如果有灵就醒醒吧！
这片土地还需要你们！就在这一瞬间，我亲手加固的防爆墙上亮起微弱的金色弧率，所有的光芒最终全部汇聚到了那座古老的无名烈士碑上，碑身剧烈地颤动起来，上面爆发出刺眼的红芒。在飞舞的火星与灰烬中，一个虚幻的影子缓缓从石碑中走了出来。那是一个看起来最多不过14、15岁的少年，他很瘦，脸色呈现出灵体特有的苍白。他手里死死攥着一把枪管，已经生锈的老式汉阳造步枪。少年灵体茫然地环顾四周，看了看我砌的半圈水泥墙，又看了看远处的血色天空，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同志，这是哪一年了？俺们连长呢？鬼子打退了吗？俺的任务还没完成。看着眼前这个单薄稚嫩，甚至连死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多少年的小前辈，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的决堤而下。我猛地后退一步，双膝弯曲，重重的砸在地上，对着这个年轻的虚影狠狠磕了一个响头。报告前辈，鬼子早被你们打跑了。现在是2026年，咱们国家吃得饱穿得暖。但是现在有新的畜生想来砸咱们的锅。少年灵体顺着我手指的方向转过头去，他原本茫然无措的眼神，在触及到那股邪恶气息的瞬间，骤然变得凌厉如刀。俺叫石头，连长说了，只要俺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老乡受委屈。同志，你往后退，俺来对付。看着挡在我身前的那个单薄背影，我眼眶发热，用力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泥污，拎起一根沾着未干水泥的螺纹钢筋，跟在了石头身后。隔壁村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不知何时戛然而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郁到令人作呕的诡异异象，顺着夜风飘进了小南村。原本被血色云层笼罩，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中，突然亮起了一团柔和的近乎神圣的白光，那光芒一点点向我们村的空地飘来，带着一种让人昏昏欲睡，忍不住想要顶礼膜拜的威压。我躲在半截防御墙后，探出半个身子，死死盯着那团光。光芒中心赫然悬浮着一个宝相庄严的神明。大仙，是狐仙大仙显灵了！随着这头怪物进村，原本躲在屋里瑟瑟发抖的村民们，就像是被某种精神力量蛊惑了一般，双眼迷离地推开门，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村长连拐棍都不要了，扑通一声跪在泥地，疯狂磕头。大仙救命啊！隔壁村遭灾了，求大仙保佑我们啊！胖婶更是夸张，拉着他那10几岁的儿子一起跪在最前面，一边磕头一边狂热地喊着：大仙，我们给您上供，只要您保佑我们平安，要什么我们都给。迷途的羔羊啊，敞开你们的心扉，献上你们的血肉与灵魂，吾将赐予你们永恒的极乐。说着，他缓缓伸出那只苍白的手，指尖亮起一团猩红色的光芒，就要朝着跪在最前面的胖婶头顶按去。上一世我亲眼见过，只要被那红光碰到，活人瞬间就会被吸干浑身血液，变成一具干尸。都他妈给我站起来！那是吃人的畜生！我目眦欲裂，怒吼一声，就要冲出去阻拦。进去你个小畜生，闭嘴！你敢惊扰大仙？你想把全村人都害死吗？几个中了邪的青壮年甚至从地上爬起来，想要过来抢我手里的钢筋。就在这时，一只手轻轻按在了我的肩膀上，是石头这个身形单薄的小战士。那神明似乎也察觉到了石头的存在，他高高在上的俯视着这个穿着破烂军装的虚影，眼神中闪过一丝轻蔑的嘲弄，身上的圣光猛然爆发，企图用神威将这个弱小的灵魂直接碾碎。但石头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那半透明的身躯在狂风中站得笔直，他拉动枪栓，动作缓慢却稳如泰山。俺不懂什么神，但俺在部队里学过，穿裙子的男人多半不是好东西。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如同平地惊雷，撕裂了整个血色的夜空。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魔法波动，只有枪口喷吐出的一道刺目的火舌。凄厉到极点的非人类惨叫声响彻夜空。半空中那宝相庄严的神明幻象瞬间崩溃瓦解，露出了他隐藏在皮囊下的真实面目。那居然是一头体型犹如小山般庞大，浑身燃烧着幽绿色妖火的邪恶九尾妖狐，黑色的腥臭血液顺着他狐狸脑袋的眉心喷涌而出，像下雨一样淋在下方跪着的村民头上。胖婶跌坐在泥水里，双腿疯狂打颤，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日夜跪拜的胡大仙，竟然是一头吃人的邪恶妖狐。石头放下步枪，熟练的拉栓蜕壳，一枚冒着青烟的生锈弹壳叮当一声落在地上。他转过头看着下方吓傻了的村民，挠了挠头，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老乡别怕，
这怪物不抗揍，俺们能守得住。腥臭的黑血像喷泉一样洒在泥泞的土地上，那头被子弹贯穿眉心的九尾妖狐彻底陷入了癫狂。原本跪在地上求神拜佛的村民们，此刻就像是一群被狼群冲散的鸭子，疯狂地朝着我这唯一的避风港涌来。都给我闭嘴，躲到墙后头去！那头妖狐似乎锁定了刚才开枪的石头，猩红虎眼死死盯向前方的虚影。石头，甩开！我惊呼出声，但站在防爆墙顶端的石头，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连长说了，子弹要喂给冲得最快的那个。这一枪精准无误地打进了那头妖狐张开的血盆大口之中，子弹贯穿他的整个身体而出，带出一大串令人作呕的焦黑脏气。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雨水砸在地上的声音。我大口喘着粗气，转过身，冷冷地看着缩在防爆墙后面抖得像筛糠一样的村民们。村长颤巍巍地爬起来，脸色惨白，双腿一软，竟然扑通一声对着我跪了下。建军啊，你救了咱们全村的命啊！是我们老糊涂了，瞎了眼去拜那种吃人的妖怪。胖婶更是连滚带爬地凑过来。建军，婶子错了，婶子你磕头了。你这请来的是哪路活神仙啊？真厉害啊！神仙？你们刚才拜的、求的就是那种要把你们生吞活剥的神，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洋人天使、大仙大佛。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救你们的不是神，是人，是70、80年前在这片土地上连名字都没留下，却为了保护你们的爷爷奶奶流干了最后一滴血的子弟兵。我的眼眶通红，声如洪钟，震得每一个村民都低下了头。他们没有金身，没有香火，甚至只有一把生锈的破枪。但当怪物来吃你们的时候，挡在最前面的永远是他们。现在还有谁要去拜神？死寂，短暂的死寂过后，村长突然转过身，对着那座长满杂草的无名烈士碑重重磕了一个响头。老仙人，对不住了，我们这群不孝子孙给您磕头了。紧接着，胖婶、他儿子、村里的青壮年几十口子人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对着那座孤零零的石碑泣不成声地磕头。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一股极其温热纯粹的力量从跪在地上的村民身上汇聚而来，疯狂地涌入我的体内，然后顺着我的脚底注入到那座石碑之中。我震惊地抬起头，发现石头的灵体在吸收了这些信念之后，竟然变得凝实了几分。他那张脸上也多了一丝红润的生气。他看着跪在地上的老乡，有些局促地挠了挠头。同志，你跟老乡们说别跪了，地上凉，俺们不兴这个。都给我站起来！哭什么哭？那畜生虽然死了，但外面的世界已经彻底乱了。想活命的，从现在开始全听我的规矩，不求神，不拜佛，拿起你们的铁锹和羊帽，跟我一起把这道防线筑起来。从今天起，村里所有的粮食、水源全部统一分配。想在这堵墙后面活命，就给我卖力气。青壮年搬石头、和水泥、扎钢筋，妇女负责做饭、烧水、搬砖。建军啊，那我们这些干不动活的老骨头呢？是不是只能等死了？你们的任务最重，每天在这里烧纸、扫地、磕头，不用你们求神拜佛，只要你们在心里真心实意地念着这些老先人的好，念着他们当年是怎么护着咱们的就行。整个小南村在这个血色的早晨变成了一台疯狂运转的基建机器，没有一个人再敢抱有幻想，知道在这操蛋的末世里，唯一能保命的就是这堵还没砌完的墙和墙头上那个端着生锈步枪的单薄虚影。搅拌机疯狂轰鸣，钢筋被一根根砸进冻土里。我光着膀子把最高标号的水泥和石块混合，沿着村口的地形强行拉出了一道2米多高、半米厚的弧形防爆墙，甚至还预留了3个射击孔。石头就蹲在最高的那个射击孔后头，仔细的用破布擦拭着他那把老掉牙的步枪。同志，老乡们干活真舍得力气，比俺们当年挖战壕快多了。我刚想说话，地面突然传来一阵沉闷的震动。我猛地跳上防爆墙，只见公路尽头几辆底盘极高的越野车正疯狂地朝着村口飙来。是城里人，他们把怪物引过来了。把路障搬开，让我们进去。我们是市里避难所的，我们有枪，只要你们让我们进去，
我们的火力可以保护你们这些乡巴佬。金丝眼镜男话音未落，尸潮已经逼近，他和他手下的几个人立刻扣动扳机。然而，令人绝望的一幕出现了：那些引以为傲的现代热武器打在尸怪的黑色鳞片上，竟然只崩出了一长串火星。一头尸怪猛地跃起，张开血盆大口，直接咬住了一个城里人的脖子，咔嚓一声，鲜血狂飙。剩下的城里人绝望地拍打着我们刚砌好的水泥墙。我没有理会城里人的哀嚎，而是对着墙后的村民厉声嘶吼：全都给我蹲下，捂住耳朵！几乎在同一瞬间，我身旁的石头动了。墙外的城里人们彻底呆住了，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墙头上那个穿着破烂军装、端着烧火棍一样的老爷枪的虚影。石头面无表情地拉动枪栓，滚烫的弹壳抛出，重新瞄准，又是一头跃上半空的尸怪被凌空爆头。老乡，别怕，俺在这。但他毕竟只有一把单发栓动枪，尸怪的数量太多了，起码有300多头。石头的枪法再准开枪和上膛也需要时间。10几头尸怪狠狠撞在了我们刚刚完工的防爆墙上，还没干透的水泥墙剧烈摇晃，落下大片的灰尘。我死死咬着牙，盯着视网膜上停滞不前的信念值，一把拉过瘫在地上的村长。村长，我昨天让你翻的那本县志和烈士名录呢？快给我找出来！我双眼通红，一把抄起旁边的铁锹，单靠石头一把枪守不住这防线，老子必须把98年抗洪的那个猛人给拉出来。书呢？名录在哪儿？村长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本用油纸包着的泛黄破旧的本县县志与烈士名录。在这儿，建军，你快点，墙要塌了！我一把抢过县志，双手沾着泥水和血污，发疯般的翻阅。只有基建的锚点不够，还要有最纯粹的信念作为引子。要想在这绝境中拉起一堵推不倒的墙，我必须找到那个曾经用血肉之躯挡住洪水的男人。我的手指在粗糙的纸页上飞速划过，终于在一页已经发脆的纸上死死盯住了一行字。我猛地合上名录，转过身，冲着身后缩成一团的村民大吼：刘川！谁是刘川的家属？刘川的娘还在不在？全村人死一般寂静，只有外面尸怪砸墙的轰隆声震耳。片刻后，人群自动裂开一条缝，一个满头白发、佝偻着背的瞎眼老太太颤巍巍地走了出来。建军啊，川儿是我儿子，他去当兵，说好了过年回家吃饺子的，就再也没回来。婆婆，大刘班长的遗物呢？照片、衣服，什么都行。刘婆婆颤抖着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裹了里3层外3层的红布包，打开红布，里面是一张已经泛黄的黑白遗像。照片上的年轻人笑得很灿烂，刘婆婆哭得快要喘不过气来。我一把抓过那一沓黄纸，然后用打火机点燃。婆婆跪下，看着照片，叫她回家。防爆墙的顶部终于被撞塌了一角，那尸怪嘶吼着扑了进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婆婆没有管那些扑过来的怪物，老人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那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仿佛又摸到了28年前儿子那张温热的脸。川儿啊！一股前所未有的极其庞大且纯粹的信念值在我的视网膜上炸开，狂风骤起火盆里的黄纸，瞬间化作一条火龙直冲云霄。尸怪即将扑咬到老人的瞬间，那张黑白遗像轰然炸裂成漫天金光。金光散去，一个身高将近2米的彪形大汉虚影挡在了刘婆婆身前。大汉没有看手里足以抵挡霰弹枪的尸怪，只是缓缓转过身，高大威猛的身躯在这位瞎眼的佝偻老人面前轰然双膝跪地。妈，儿子回来了，饺子给我留一口。川儿，我的川儿啊！全村人看着这一幕早就哭成了泪人。被大刘捏在手里的那头尸怪发出愤怒的咆哮。大刘缓缓转过头，畜生，敢吓唬我妈！剩下的200多头尸怪如同黑色的海啸，朝着防爆墙的缺口狂涌。98年特大洪水，老子都淌过来了，就凭你们这群长着鳞片的烂肉，也想冲老子的阵！大刘发出一声犹如猛虎下山般的咆哮，不退反进，魁梧如铁塔般的身躯迎着黑压压的尸潮发起了反冲锋。给老子滚回去！站在墙头上的我，即便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此刻也看得头皮发麻，热血沸腾。同志，大个子班长真猛，但俺也不能干看着。
哈哈哈！小同志打得好，你掩护，我主攻，咱俩今天把这群杂碎包圆了。是，班长。我站在墙头，死死握着满是汗水的水泥沫子，看着视网膜上疯狂跳动的数字。村民们早就不哭了，他们全都挤在防爆墙后面，呆呆地看着外面那个犹如战神降临般的橘红色背影，没有恐惧，只有深深的敬畏。仅仅过了10分钟，原本不可一世的数百头尸潮，硬生生被大刘用拳头砸没了一半，剩下的尸怪发出几声哀鸣，竟然夹着尾巴，连滚带爬地朝着来时的公路逃窜了。大刘气喘吁吁地站在尸山血海中，他转过身，大步走到金丝眼镜男面前。金丝眼镜男猛地打了个哆嗦，下意识地往后缩，甚至连滚带爬地想去捡那把猎枪。把你的洋枪收起来，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能保护老百姓的，从来不是你们这些遇到危险就往后缩的软骨头。说罢，大刘再没看他一眼，径直走向那段残缺的防爆墙。我跳下墙头，大步迎了上去。我立正对着这个高大的虚影，敬了一的军礼。大刘愣了一下，看着我挺拔的站姿，他也猛地立正，回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军礼。抗洪抢险第1系队9班班长刘川向你报道。礼毕，大刘爽朗地笑了起来，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干得不错，这墙砌的虽然丑了点，但很结实。我眼眶发热，咧开嘴笑了。我转过头看向防爆墙后那群目瞪口呆的村民，都看清楚了吗？洋枪洋炮废了，洋人的神仙也是个吃人的怪物，但在我们东方，在我们华夏，我们的祖宗，我们的先烈，只要老百姓一句话，死了几十年上百年，也一样能从地下爬出来，把那些妖魔鬼怪按在地上摩擦。胖婶第一个带头跪了下去，紧接着是村长全村60多口人，对着大刘和石头，对着那座小小的无名烈士碑五体投地。这一次没有逼迫，没有恐惧，只有最纯粹的信仰。我看着视网膜上弹出的红色警告，脸上的笑容缓缓收敛，眼神变得无比锐利。我知道尸潮只是开胃菜，真正的战争马上就要来了。我必须给这些老祖宗们修一座真正的陵园。那个戴着金丝眼镜，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城里精英，他看着大刘那魁梧如山的背影渐渐引入无名烈士碑中，吓得连牙齿都在疯狂打颤。我跳下残缺的水泥墙，大步走到他面前，做工精良的胡桃木枪托被我踩得粉碎。洋枪洋炮，在这操蛋的世道，你这引以为傲的玩意儿，连烧火棍都不如。金丝眼镜男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我有钱，我在市里有10几套房，我还有黄金，只要你保护我，只要你让那个活神仙保护我，我什么都给你。我毫不客气的反手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现在是末世，在这里没有市里的精英，没有房产，没有存款，只有活人和死人。想活命，从今天起，在我的地盘不养闲人，拿不起枪就给我拿起铁锹，干一天的活换一天的命。接下来的2天，小南村爆发出了让那些城里精英怀疑人生的恐怖基建速度，全村老少齐上阵，连金丝眼镜男都被逼着一天扛30袋水泥，肩膀磨得血肉模糊。只要敢停下村民们的好头，就会教他做人。最让他们崩溃的是，到了晚上，英灵竟然也会从碑里走出来干活。那个身高近2米、徒手捏爆怪物的抗洪班长大刘，一个人就能扛起1吨重的螺纹钢，一拳就能把几十根粗壮的钢筋像砸钉子一样砸进冻土里作为地基，而石头则抱着那把汉阳，造蹲在高处的脚手架上警戒，顺手还用极其精准的枪法打下几只变异的飞禽给老乡们加餐。同志，这鸟烤着吃比窝头香多了。城里来的幸存者们看着这一幕，三观碎了一地。金丝眼镜男一边抹着和水泥流下的眼泪，一边怀疑人生的喃喃自语：别人家的末日都是求神拜佛，躲在地下室发抖，这帮乡巴佬居然使唤英灵搞基建。2天后，一座占地近半个足球场、3米高、厚重围墙的烈士陵园雏形拔地而起。我站在高高的水泥围墙上，看着下面这用老祖宗的魂和我们的血汗手搓出来的奇迹，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但这口气还没吐完，我的脸色骤然大变。隔壁清风镇的方向，原本暗红色的血色苍穹，突然被一股极其刺眼霸道的纯白色光芒硬生生撕裂。那光芒圣洁高贵，带着一股让人想要顶礼膜拜，如果不跪就会被瞬间碾成齑粉的恐怖威压。城里来的幸存者们被这股圣洁的白光一照，竟然不受控制的双腿发软，接二连三地跪在了水泥地上，眼神变得迷离且狂热。大刘魁梧的身影瞬间出现在我身边。
什么狗屁真神！老子只闻到了一股来抢地盘的畜生味儿。空灵虚幻的宏大赞美诗，仿佛是从四面八方的空气里直接钻进人的脑壳。密我者入火陶。眼看就要跪下去，我目眦欲裂，抓起一把混着冰碴子的泥水，狠狠摔在胖神脸上。冰冷的泥水刺激下胖神，猛地打了个激灵，从那种诡异的催眠中清醒过来，吓得死死抱住村长的胳膊。放弃你们那卑微的抵抗，献上你们的灵魂与信仰。全村人倒吸了一口凉气，绝望的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怎么打？围墙下那个金丝眼镜男彻底崩溃。我是你最虔诚的仆人，带我走！这些乡巴佬都是疯子，他们不信神。天使微微低垂了那双没有瞳孔的纯白眼眸。迷途的羔羊，你的虔诚，吾收下了。仅仅几秒钟，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城里精英变成了一具脸上带着诡异微笑的干尸。大刘彻底怒了，他魁梧的灵体猛地拔地而起。班长，俺掩护你！暗红色的子弹和橘红色的铁拳同时杀向那不可一世的神明。然而天使只是微微抬了抬眼皮，一层宛如实质的球形圣光护盾骤然在天使身体周围撑开。石头的信念子弹打在护盾上，仅仅激起了一圈涟漪，便被高温瞬间融化。而大刘那足以砸碎高阶尸怪的狂暴一拳，狠狠轰在圣光护盾上。大刘，兄弟，这娘们邪门，境界差太多了，我的力气打不穿那层乌龟壳。还有30秒，无贵者与这座异端之城一同化为灰烬。天空中巨大的白色火球开始凝聚，村民们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我死死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刺进肉里。跪！我周建军就是死，也绝不给这群吃人的畜生下跪！村长，胖婶儿，去把村里所有的白纸、白布，甚至是白色的破衣裳，全都给我找出来！建军，都什么时候了，找那些干啥？做白花，做纸扎的白花！我一把将大刘护在身后，仰起头，死死盯着那团即将落下的毁灭圣火，声音沙哑的仿佛在泣血。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一座碑的底蕴不够。那就让全村人用最隆重的国葬规矩，给这片土地上所有的老祖宗发丧。半空中，圣光天使那双纯白色的眼眸里闪过一丝人性化的嘲弄与悲悯。可悲的蝼蚁，在神罚面前竟然妄图用几张破纸来祈求宽恕，你们的挣扎毫无意义。审判降临。直径超过10米的巨大白色火球，带着融化钢铁的恐怖高温，如同陨石坠落般朝着我们的陵园轰然砸下，空气被瞬间抽干，围墙上的水泥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龟裂发红。班长，小同志，咱们扛住，给乡亲们争取时间！大刘狂吼着，原本已经被圣光灼烧的几近透明的庞大身躯竟然再次凝实。他没有退缩半步，双腿如同老树盘根般扎进水泥地里，高举起那双粗壮的手臂，迎着坠落的太阳，硬生生地顶了上去。还有2分钟，全体都有脱帽、低头、默哀3分钟。老先人呐，你们当年用命换来的太平日子，我们没守住啊！我的视网膜上系统面板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刺眼红芒，一行行数据如同瀑布般疯狂刷屏。在全场死寂的默哀中，在圣火即将压垮大刘和石头的最后一刻，一阵极其细微却又清晰无比的碎裂声突然从陵园的正中央传了出来。那座古老斑驳的无名烈士碑表面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纹，耀眼的金色光芒正顺着那些裂纹一点点向外渗透，仿佛有什么沉睡了1000年的恐怖力量即将破茧而出。半空中的天使似乎感受到了某种让他灵魂战栗的气息，他那张毫无表情的绝美脸庞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慌乱。这股气息不可能，这片被诸神遗弃的荒漠怎么会有如此纯粹的信仰之力？天使惊怒交加，背后的3对羽翼疯狂拍打，竟然企图切断圣火的输出，转身拉高身形，但晚了。小同志，怕什么？当年鬼子比那些长翅膀的鸟人厉害多了，咱们中国军人不也照样打赢了？下一秒，整座无名烈士碑彻底炸了。
天使那引以为傲、高高在上的毁灭神法，在这股由10万级庞大信念值凝聚而成的金色洪流面前，连1秒钟都没撑住，瞬间被浇灭得无影无踪。残存的金色波纹向四周扩散，将原本笼罩在丰碑之城上空的恐怖神威一扫而空。班长，连长，是咱们的大部队，大部队来了！全村60多口老少以及那些城里来的幸存者，此刻也都震撼地睁开了眼睛。金色的光尘渐渐散去，在原本烈士碑所在的位置，最先踏出光芒的是一只脚，紧接着一个佝偻却硬朗的虚影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手里端着一把连刺刀都卷了刃的老套筒步枪。在他身后，金光如同水波般荡漾，1个、10个、100个，无数个穿着同样破旧军装，或是打着绑腿的灰布衫，或是穿着老百姓粗布褂子的虚影，排着整齐划一、寂静无声的队列，从那片虚空中源源不断地走了出来。几百号英灵就这么沉默地站在丰碑之城的废墟上，站满了陵园，甚至溢到了墙外的荒坡上，漫山遍野全都是那灰扑扑的子弟兵。几百双经历过尸山血海的眼睛同时抬起，冷冷地锁定了半空中那个不可一世的圣光天使。这是什么魔法？亡灵法术？不，这片被诸神劈弃的荒漠，不可能有这么庞大的灵魂军团！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前面那个独眼老兵虚影没有理会半空中发癫的天使，他从腰间摸出一个虚幻的旱烟袋，在鞋底磕了磕。老伙计们，这洋妖怪刚才说让咱们跪下。老兵慢条斯理地将旱烟袋别回腰间，然后双手猛地握紧那把老套筒步枪。全连都有！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从几百名英灵的喉咙里同时爆发出来，这吼声汇聚在一起，竟然在半空中形成了一道肉眼可见的恐怖气浪，犹如一柄无形的巨锤，狠狠砸向了半空中的天使。天使引以为傲的圣光护盾，在瞬间如同玻璃般碎裂成漫天光斑。天使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那高高在上的身躯被这股气浪硬生生从半空中掀翻。天使像一只断线的风筝般坠落在距离我们几百米外的荒地上。我站在防爆墙上，看着那个刚才还高高在上，现在却如丧家之犬般的天使，再看着下方那漫山遍野、气吞万里的东方军魂，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天灵盖。去你的真神！睁开你的鸟眼，看清楚！在东方，就算你是神，也得给老子盘着！不可一世的西方神明就这么被一群穿着破烂草鞋，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东方泥腿子，用最原始、最暴力的物理方式，按在泥地里生生捅成了筛子，最后被一枪爆头。庞大的神性物质轰然溃散，化作漫天白色的光雨。整个丰碑之城死一般的寂静。墙头上的我手里还攥着那根钢筋，浑身因为极度的亢奋而微微颤抖。墙后的村民们，还有那些城里来的幸存者，全都张大了嘴巴，连呼吸都忘记了。几百名英灵拔出刺刀，默默地在天使的尸体残骸上擦干血迹。随后，独眼老兵转过身，小同志，这片阵地你们守得不错，俺们这些老骨头该歇歇了，以后的路得靠你们自己走了。漫山遍野的英灵在耗尽了这一次极其庞大的爆发力量后，都纷纷微笑着，化作漫天金色的光斑。这些光斑如同萤火虫一般逆着风，全部飞回了陵园中央那座重新闭合的无名烈士碑中，陷入了漫长的沉睡。天地间再次恢复了平静，只有那座斑驳的石碑在暗红色的苍穹下，散发着微弱却坚不可摧的光芒。村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祈恭送老仙人！全村人，包括那些被彻底折服的城里人，齐刷刷地跪倒一片，对着那座石碑疯狂磕头。我站在高高的水泥墙上，任凭末日的狂风吹打着我的脸颊。我缓缓举起手中那根沾着天使神血的钢筋，直指苍穹上那道还未完全愈合的血色裂缝，发出一声震动整个废土的狂吼：都他妈给我听好了！这里是东方，是华夏，不管你们是天使、恶魔还是古神，只要敢踏进这片土地一步，老子就刨了你们的祖坟！在东方，神也得给我盘着！自从那漫山遍野的灰色军魂一通乱刀把不可一世的圣光天使剁碎在泥地里之后，小南村彻底出名了。不，现在它不叫小南村了。那些活下来的城里幸存者看着那座被天使神血染成暗金色的高大围墙，敬畏地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丰碑之城。方圆100里之内，这里成了唯一没有被西方神明或者嗜血怪物踏平的安全区。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无数像难民一样的幸存者拖家带口，躲过变异野兽和丧尸的追杀，疯了一样朝我们这里涌来。原本只有60-70口人的小南村，人口瞬间暴涨到了500多人。城墙外面的荒地上，
密密麻麻搭满了简易帐篷和窝棚，每天都有人在紧闭的钢铁大门外哭喊着求我们放他们进去。但站在高耸的水泥墙头上，我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眉头却拧成了一个死结。我打开视网膜上的系统面板，上次那场堪称诸神黄昏的史诗级大召唤，虽然秒杀了天使，但也彻底抽干了全村人积攒下来的10几万信念值。现在的大刘和石头连显化出一个手指头都费劲，全都在杯里沉睡。如果有高阶怪物在这个时候来袭，丰碑之城就是一个一捅就破的纸灯笼。胖婶的儿子现在被我提拔成护卫队小队长的虎子，气喘吁吁地爬上城墙，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建军哥，外面又来了100多号人，城里存粮只够吃3天了。新来的那帮人里有几个刺头，在广场上闹事儿，说咱们不给他们发救济粮。救济粮，这帮孙子真当老子这里是末日福利院了？我一把抓起身旁的钢筋，顺着楼梯大步流星地走向陵园前方的空地广场。还没走近，就听见一个极其嚣张的公鸭嗓：“我们千辛万苦逃到这里，听说你们这是最大的安全区，你们建这么高的墙，囤了那么多粮食，凭什么让我们睡大棚喝凉水？”我猛地将手里的钢筋狠狠砸在广场中央的水泥地上，沉闷的巨响伴随着火星，瞬间压过了所有的嘈杂，全场死寂。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我这个传闻中能让神明下跪的狠人。我面无表情地走到那个黄毛面前：“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是自由的幸存者，你敢动我？”我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将他拖到那高耸的钢铁大门前。你想要自由，门在那边，你现在就可以滚出去，享受你被怪物嚼碎的自由。黄毛捂着肿成猪头的脸，吓得双腿打颤，哪里还敢说半个字。跟着他闹事的那几个小混混更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求饶。我没有理会这几个废物，而是转过身居高临下的看着广场上那几百号新来的幸存者。想在这堵墙后面活命，想在这后面活命，只有2个规矩：第一，不干活没饭吃；青壮年去给我搬砖扩建城墙，老人妇女去开荒种地做后勤，实行积分制，干多少活换多少口粮。第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在这个见鬼的末世，所有人必须去陵园前默哀扬哀1小时，或者听老兵讲过去的故事。人群中传来一阵低声的议论，一个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壮着胆子喊道：“这不是强制信仰吗？”你可以不信，我绝不强求。不信的，不愿干活的，现在就给我走出门去。我周建军绝不拦着。广场上鸦雀无声，没有人傻到真的走出去。见识过外面那些嗜血怪物和草菅人命的天使，谁都知道在这座城里，虽然累，虽然要受我这个独裁者的管束，但至少这堵墙能挡住死神。我干，我愿意搬砖，我力气大，我也愿意。默哀算什么？没有那些老祖宗保佑，我们早被怪物吃了。看着渐渐平息并开始主动排队领工具的人群，我心里那块石头稍微放下了些，规矩立起来了。这种强制性的缅怀和听故事，虽然一开始大家带着抵触，但只要形成规模，积少成多，这就是一个源源不断的信念之兵工厂。建军，咱们现在还极度缺材料，也缺技术骨干。看着视网膜上缓慢跳动增加的信念值，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弧度。给我找几个人去一趟县城的废弃档案馆，缺技术骨干，缺基建狂魔，那咱们就去请一批真正能把天堑变通途的老祖宗。县城废弃档案馆的大门被我一脚踹开，扬起漫天灰尘。跟着我出来的虎子握着一把砍刀，紧张地看着档案馆大厅里几具被啃得残缺不全的尸体，咽了口唾沫。建军哥，这里头全是死人骨头啊！怕什么？死人还能跳起来咬你？去地下2层的战室和限制储藏室，动作快点，天黑前必须赶回城里。我冷着脸跨过地上的污血，外面的世界已经彻底沦为了怪物的游乐场。我们打着手电，暴力撬开地下室沉重的铁门，一股浓烈的霉味扑面而来，成排的铁皮柜倒在地上，文件散落一地。给我翻！找那种集体立过大功、死过很多人，尤其是搞过大型建设的先辈资料、照片、名册、旧物，什么都行。我大声命令着同行的几个年轻汉子。时间1分1秒过去，半个小时后，虎子从一个被压扁的防潮木箱里费力地扯出了一团被油布包裹的东西。建军哥，你看这个行不行？我快步走过去，一把撕开油布，手电筒苍白的光束下，一面已经严重褪色，边缘甚至有些发霉的红色破旧锦旗展现在我们面前。上面的金字虽然已经剥落，但依然能看清那带着极其浓烈时代气息的4个大字“青年突击队”。而在锦旗的左下角，还有一行稍小的字：“赠红旗渠建设特等模范班”。
看到这几个字的一瞬间，我浑身的汗毛猛地竖了起来。红旗渠，那个在没有任何大型机械、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全靠10万中国农民用一锤一钎一双手，硬生生在悬崖峭壁上凿出来的人工天河。为了修那条渠，多少年轻的汉子被炸药炸得粉身碎骨，多少人被落石砸下太行山的悬崖。论打仗，他们或许不如大刘和石头，但论基建，论在这种绝境中战天斗地，这帮老祖宗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硬核的基建狂魔。就是他了，带走。我如获至宝地，将锦旗小心翼翼地卷起来，塞进贴身的衣服里。回到丰碑之城时，已经是傍晚。周老大，真不是我们偷懒啊！这没有挖掘机，没有塔吊，光靠人工往5米高的墙上运水，你这怎么干啊？这不符合力学常识，进度根本推不动。做不到。我冷笑一声，大步走到那段塌方的废墟前，从怀里猛地掏出那面破旧的红旗渠锦旗。我转过身，看着视网膜上这几天攒下来的3000多点信念值，毫不犹豫地全部注入系统。我大吼一声：“全体都有，向先辈致敬！”那些难民虽然累得半死，但迫于我这几天的铁血规矩，还是条件反射般的站直了身子。我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那面包裹着锦旗的旧油布。火光亮起的瞬间，我对着那面锦旗深深地鞠了一躬。各位老前辈，后辈无能，又得麻烦你们受累了。随着系统的提示音落下，那面破旧的锦旗突然在风中猎猎作响，爆发出一团刺目的暗红色光芒。在那团光芒中，几十个半透明的虚影，如同从老电影里走出来一般，出现在了塌方的城墙废墟上。那个抱怨没有挖掘机和塔吊的现代包工头，此刻呆呆地看着这群如同幽灵般的先辈。领头的一个腰间系着粗麻绳的老汉虚影，叼着一根没点火的旱烟管，环顾了一圈四周高耸的水泥墙和满地的钢筋。他走到那个包工头面前，看了一眼那台因为缺油而熄火的小型搅拌机，又看了看地上成堆的最高标号水泥。老汉虚影咧开干裂的嘴唇笑了，笑得无比灿烂。后生，有这么好的洋灰，有这么粗的铁棍子，还有平地，伙计们，这帮后生给咱们供的这么好的料，比当年挂在悬崖上砸石头强了100倍，都给老子动起来！今晚不把这道墙垒起来，谁也不许蹲下抽旱烟！几十名红旗渠英灵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吼声，下一秒，丰碑之城的难民们看到了他们这辈子都无法理解，也绝对无法忘记的恐怖一幕。没有机器，2个英灵扛起几百斤重的石块，如履平地般跃上5米高的墙头。没有搅拌机，10几个英灵挥舞着铁锹，手臂化作残影，几秒钟就把1吨水泥和沙石拌得均匀无比。那些需要几个人合力才能抬起的钢筋，在这些看起来瘦骨嶙峋的先辈手里，就像是面条一样被轻松弯折、编织、砸进地基。铁锤砸在钢钎上的声音，如同世界上最狂暴的交响乐，在夜空中回荡。这根本不是在盖房子，这简直是在用物理外挂 3D 打印一座城墙。包工头一屁股瘫坐在地上，看着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地而起的城墙。这他妈才是真祖宗啊！我站在一旁，看着视网膜上因为难民们极度震撼和崇拜而开始疯狂反哺暴涨的信念值，嘴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有这群老前辈在，别说一座城，就算天塌下来，他们也能硬生生给垫平了。就在全城人都在为这种非人类的基建速度疯狂时，我突然感觉到四周的空气毫无征兆的阴冷了下来，一种极其粘稠、带着令人作呕的贪婪与饥饿感的气息悄然笼罩了丰碑之城的上空。终于来了吗？专门吞噬人类恐惧和贪婪的古神饕餮，闻着这满城几百口人的鲜肉味，找上门了。午夜时分，丰碑之城外围的空气突然变得甜腻起来，那不是尸臭，也不是血腥味，而是一股极其浓郁、足以让人发疯的肉香，像是刚出炉的烤全羊，滴落着金黄的油脂，又像是炖了一整天的红烧肉，散发着浓油赤酱的芬芳。一个正在搬砖的城里幸存者扔掉了手里的砖头，口水顺着嘴角淌到了下巴上。不仅是他，广场上裹着破被子睡觉的难民们，此刻也像被某种魔咒唤醒的丧尸，一个个直挺挺地坐了起来，眼神空洞且狂热地望向大门外的黑暗荒野。几百号人像是中了邪，摇摇晃晃地朝着钢铁大门走去。守在门边的虎子刚想阻拦，却被几个饿红了眼的青壮年一把推开，险些摔下城墙。建军哥，出事了！这帮人疯了！非要开门出去找吃的！我猛地从无名烈士碑旁站起，拎起钢筋，冲上城墙，顺着那股诡异的肉香望去。在距离城门不到200米的血色迷雾中，赫然出现了一座虚幻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宫殿大开，里面摆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流水席，甚至还有几个穿着半透明的异界魅魔，正端着银盘冲着城墙上的难民们招手。而在那堆积如山的食物中央，摊坐着一座肉山。来吧，饥饿的灵魂们，离开那座无聊的石头城，
只要献上你们的灵魂，这里有永不枯竭的盛宴，有永远吃不完的美食。古神饕餮那充满诱惑的重音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回荡。城墙下的难民彻底疯狂了，他们双眼猩红，开始疯狂地用身体撞击钢铁大门。人类内心深处最原始的食欲和贪婪，被这头专吃恐惧与欲望的古神瞬间放大了无数倍。我一脚踹飞一个企图爬上绞盘开门的难民，脸色铁青。这头畜生不搞物理破坏，专门玩精神污染。只要大门一开，这几百号人走出去，就会被那座肉山连皮带骨嚼得渣都不剩。晶晶啊，我也想吃一口。就连站在我身边的胖婶此刻都眼神迷离，死死盯着远处的烤鸭咽口水。这就是古神的规则领域，贪食之欲。他以人类的贪婪为食，你越想吃他的力量就越强，单靠蛮力根本打不破这种直击灵魂的精神污染。我看着视网膜上因为难民集体失控而开始剧烈波动的信念值，突然冷笑了一声：想吃是吧？老子今天让你吃个够！我猛地转过身，从高高的城墙上一跃而下，直接落在了几十个还在挥舞大锤、对外面那漫天肉香充耳不闻的红旗渠英灵面前。那股足以让现代人发狂的香味，在这群老先辈鼻子里仿佛根本不存在。那个领头的老汉虚影甚至还嫌弃地扇了扇鼻子，骂了一句：哪来的臊味儿，熏得慌！我快步走到老汉面前，还有旁边正蹲在地上抽旱烟的村长，我大吼一声：大爷，村长，外面有个妖怪用几盘食物想把咱们城里的人都骗出去。啥？几盘肉就想骗人？这帮没出息的后生，几口黄汤肥肉就馋成这样，连命都不要了。这妖怪最喜欢吸人脑子里想吃东西的念头特写。大爷，你们当年修渠过雪山草地地的时候吃的是啥，受的是啥苦？今天就给这没见过世面的洋妖怪好好开个忆苦思山大会。忆苦思甜，这个俺们熟啊！老少爷们们都停下活计，坐下。外头那妖怪不是爱吃念想吗？今儿个咱们就请他尝尝咱们中国老百姓当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没有法术轰炸，没有刀光剑影，就在丰碑之城的广场上，在那些疯狂砸门的难民身后，几十个英灵和一群老头老太太就地围坐成了一个圈。老汉虚影吧嗒了一口没点着的旱烟，率先开了口，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极其沉重、跨越了岁月的真实力量。随着老汉的话音落下，一股极其粗粝苦涩，甚至带着泥土腥味和血泪的庞大集体记忆，如同实质般的黑色铁流，顺着饕餮释放的精神触手，轰然反冲进了他的精神里。城外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猛地一晃，正在狂笑准备收割灵魂的饕餮突然浑身一僵，他那成百上千张嘴巴里原本流淌着美食的口水，此刻却像是突然被塞进了一大把带着冰碴子的冻土。这是什么味道？俺妈当年为了生下一口虎虎给俺，自己去山里嚼草根，连那带刺的野草也往下咽，嗓子眼全是血。这群老先辈们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化作了一场名为忆苦思甜的精神风暴。这风暴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贪婪和食欲，只有最纯粹的苦难，最坚不可摧的忍耐，以及为了后代能吃上一口饱饭而战天斗地的钢铁意志。饕餮是吃贪婪长大的，他就像一个习惯了吃奶油蛋糕的巨婴，此刻却被这股跨越了半个世纪的中国老百姓的忆苦记忆直接扒开所有嘴巴，疯狂地往里填塞最粗糙的树皮和最苦涩的观音土。城外那座不可一世的宫殿轰然坍塌，庞大的肉山饕餮发出了杀猪般凄厉的惨叫，他浑身上下所有的嘴巴同时张开，开始疯狂地向外。别念了，别念了，这太苦了！这到底是什么该死的生物的记忆啊！哇！饕餮的精神领域彻底崩溃，那些原本中了邪的难民们浑身一震，瞬间清醒过来。我站在城墙上，看着那头企图逃跑的古神。想跑？前辈们，这畜生皮糙肉厚，我看正好能用来给咱们夯地基。领头的红旗渠老汉大笑一声，几十个精神抖擞的击剑狂魔英灵拎着大锤，如狼似虎地冲出了城门，直接将那头高高在上的古神按在地上，用大锤疯狂地砸了起来。这天夜里，丰碑之城外响起了古神惨绝人寰的叫声和整齐划一的打桩号子声。天亮时分，城墙上的难民们趴在垛口往下看，全都被眼前这荒诞而又极度硬核的一幕震得说不出话来。那头昨晚还不可一世，变化出满汉全席，企图吞噬全城人灵魂的古神饕餮，此刻已经完全没有了肉山般恐怖的压迫感，庞大的身躯急剧缩水，变成了一个只有大象般大小的丑陋胖子。而现在，这个丑陋的胖子正被一条手腕粗的钢缆死死拴住脖子，几十个穿着打补丁粗布褂子的红旗渠英灵正围着他疯狂输出。领头的老汉虚影毫不客气的一脚踹在饕餮肥硕的屁股。快点，没吃饭啊！给老子跳起来砸！
好嘞，起，再砸！饕餮一边流着屈辱的黑眼泪，一边像个无情的打桩机一样上下起伏。他不是没想过反抗，但只要他一张开身上的嘴巴，企图咬人或者吸取恐惧，旁边蹲着的几个老头老太太就会立刻凑上来。咋的？又饿了？来，大娘给你讲讲当年俺们村是怎么把皮带煮成汤的。只要一听到这些词汇，饕餮那残存的精神体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应激反应，疯狂地往外吐着酸水，然后更加卖力地去砸地基，只求这群魔鬼能闭嘴。城墙上那些昨晚差点被诱惑出去的难民们，此刻一个个狂咽唾沫，看我的眼神简直像是在看一尊活阎王。连传说中吃人不吐骨头的古神，到了这座城里都得被逼着上工打地基。我大步走上城墙最高处，手里拎着一个铁皮喇叭。都看清楚了吗？外面的怪物再可怕，也就是个出大力的畜生。我们不缺吃的，但我们的粮食绝不养闲人，也绝不养软骨头。从今天起，全面推行积分制，谁干的活多，谁吸的墙高，谁就能吃白面馒头。谁敢偷奸耍滑，那头打桩的畜生就是你们的下场。听明白没有？听明白。经过昨晚那一遭，所有的侥幸心理被彻底粉碎。西方神明救不了他们，古神想吃他们，唯有这座城，唯有这群连古神都能当苦力使唤的东方先烈，才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接下来的半个月，丰碑之城迎来了真正的奇迹。在几十名红旗渠英灵不知疲倦的技术指导和古神打桩机的物理加持下，几百号难民爆发出了1天当3天用的恐怖生产力，将整个烈士陵园和小南村死死护在中央。而最让我兴奋的是，视网膜上每天都在疯狂跳动的系统面板，随着城墙越建越高，难民们心中的安全感和对先烈的敬畏感与日俱增。每天早晨8点，广场上那雷打不动的1小时默哀已经不再需要我强制，所有人哪怕是累得直不起腰的汉子，也会自发地脱下帽子，对着无名烈士碑深深鞠躬，手里握着将近10万的信念纸。我站在10米高的城墙上，俯视着城内井然有序的劳作场景和那座被保护在最核心的陵园，心中终于有了一丝底气。然而这丝底气在当天黄昏时分被彻底打破。负责通讯的虎子连滚带爬地冲上城墙，手里死死攥着一张刚刚打印出来的模糊不清的波段图纸，脸色惨白的像一张纸。建军哥，雷达，咱们拼凑的那台破无线电雷达接收到信号了。他们说全球的信仰已经收割完毕，除了咱们东方这片土地，世界上所有的活人都已经跪下成了神的奴隶。现在高居在云端的天使长纠集了整整10万狂信徒大军，还有30多名高阶神明。虎子双腿一软，瘫倒在水泥地上。我握着图纸的手猛地攥紧，纸张在我的掌心化为碎屑。冷风吹过城墙，血色的残阳如同一把染血的刀，悬在丰碑之城的上空。我知道躲不过去了。这不再是几百头尸怪的围攻，也不再是单个天使的降临，这是一场关乎人类到底该跪着生还是站着死的终极国战。10万大军，高阶神明倾巢出动，这是要从物理和精神上彻底斩断华夏5000年的脊梁。10万大军，高阶神明，那就让他们来！老子倒要看看，是他们西方的神骨头硬，还是咱们东方5000年的祖宗多？碑之城外，黑压压的云层被彻底撕裂。西方神国联盟的远征军到了，不是几百，不是几千，而是整整10万名背生双翼的狂信徒，以及悬浮在云端之上，散发着毁天灭地威压的12尊高阶神明。领头的6翼天使长手握裁决权杖，犹如看着一群圈养的牲畜。凡人们，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跪下，或者连同这座城一起从世界上被抹除。城墙上500多名难民握着简陋的钢筋和长矛，双腿在神威下不受控制的发抖。决战前夜，我曾打开城门，让所有愿意离开的人离开，但出乎我的意料，没有一个人走。老子这辈子没当过英雄，今天想试试。我独自一人跪在陵园中央的石碑前。列祖列宗，如果你们真的在，帮帮我们。天使长冷笑一声，举起了手中的权杖。无谓的挣扎，在绝对的神力面前，你们的信仰一文不值。毁灭吧！谁说我们没有底蕴？漫山遍野不再是荒芜的冻土，金光铺成了海洋。漫山遍野全是人，不是人，是灵体。叔叔，老师说要保护国家，我能来吗？能。今天咱们所有人一起打鬼子。天使长感受到了那股纯粹到让神明站立的军魂，惊恐地咆哮着按下了神罚的终极开关。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军阵中一个灵体本就有些残缺的年轻战士虚影，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犹如一发逆飞的炮弹，直冲天际。前辈，不要！但那个年轻的战士没有回头，他张开双臂，以一种极其悲壮决绝的姿态，迎着那毁灭一切的光束飞扑了上去。低贱的凡人，你挡不住神的怒火！天使长疯狂地加大神力输出，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仰天狂笑，他死战不退，把这毁灭一击憋死在了炮管里。那足以毁灭城市的湮灭光束，在天使长等神明的军阵中轰然自爆，刺目的白光吞噬了半片天空，成千上万的天使在爆炸中灰飞烟灭，12尊高阶神明被炸得狂喷神血，犹如断线的风筝般坠落。天使长浑身浴血，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个渐渐消散在风中的志愿军虚影。你们没有神，你们凭什么赢？我握紧沾满鲜血的钢筋，一步步踏上城墙的最高处。我们有比神更硬的东西！全军冲锋！5000年的底蕴在这一刻化作钢铁洪流，如同秋风扫落叶般，将高高在上的神国大军彻底碾碎在泥土里。战争结束了，西方的神国联盟全军覆没，东方彻底成为了不可侵犯的禁区。战后，英灵们大多耗尽信念，陷入了沉睡。临走前，那个98抗洪的班长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同志，剩下的路你们自己走了。”我没有挽留，因为我知道先辈们已经替我们打完了最艰难的仗。